在这里介绍一种把火丁尼粒子导入到 C4D 当中，并且在 C4D 当中，去处理它的随机旋转、缩放、颜色等等，并且保持这种不会闪烁的一个状态。因为通常来说，在我们这个，把它导入成 ABC 点对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粒子，它一旦点序号发生变化，它就会发生像这样子的闪烁，它在不断的在这个 A 跟 B 的这个实例之间去寻找它对应的一个实例替代。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介绍的一种方法，就是说去让我们的这个它的一个实力替代保持这样子的一个稳定。好，那在这里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一个替代的流程。首先我们来到火丁里当中，火丁里当中呢，我们这里随便做一个例子，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发射，然后我们在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不用保存任何属性，但是除了我们的 ID 属性，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TP 粒子当中，它对 ABC 是支持读取 ID 的，它在 TP 例子当中的叫 ABC ID，我们可以看到在 Simulate，在 Thinking Particle 下面有个 TP Settings，然后我们来到 Channels，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BCID，它就是从火定力当中这个 ID 属性传递过来的，一个属性叫它被写入了这个 ABC 内置属性当中，叫 ABCID。好，我们现在正是利用这个 ABCID 去让我们的一个它的任何随机保持着一个稳定，它就是把它的 ABCID 传递给克隆，传递成克隆的 ID。好，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导入的一个操作，我们新去一个工程，然后呢，我们这里导出完成之后，导出成 ABC 之后，可以看到我们只有 ID 属性，然后呢，我们进行把它读取，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这里 point 这里呢，我们需要把它变成 as particles geometry，而不是 as polygon object。我们需要这里变成这个，然后帧数率然后这里后定义转这个 60 般是1米然后我们点 OK，导入进来，我们可以看到 TP 粒子，它集成过来了。我们把这里的帧数率改成200。紧接着呢，我们来到我们的那个新 Thinking Particle 这里 TP Settings，然后这里可能有个局限性，就是这个方法可能有个局限性，就是它可能只支持100万个粒子，就如果我们后面多加2个零，好，然后我们把这里改成2，它会弹回到可能零还不够多。比如我们这里改成2，它会弹回到这个100万，200万我们会弹回到100万，所以它这个最高只支持100万粒子，多了它就不显示了，就是它会整个粒子都不显示。然后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 group， 在 group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PT， 这个就是 Thinking Particle 的一个点组。然后这个 PT 是从这个来的，就是 ABC 它会根据我们ABC explorative ABC 的上一个节点的名字来对它进行一个命名。如果说你当然这个是可以通过 path 来命名的，通过这里，但是
它因为是点，不是 primitive 数，没有 primitive，所以我们无法通过 pass 来对它一个命名。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我们的导入操作。所以我们导入了我们 TP 粒子，然后接着我们在这里创建一个 matrix， 不是克隆，是个 matrix。然后我们把 matrix 下面的 object 的，然后把我们的不是把这个拖入到这里哦，不是这个，是要把我们在我们 matrix 下面的对象这里，我们把 PT 这个点组给它拖入进来。好，现在它生成的是matrix 生成的一个网格，可以看到。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matrix 已经导入成功了，然后我们现在只需要把我们的一个 matrix 变成克隆。至于这个克隆呢，就是我们在这里 object 这里去把我们的 matrix 给导入进来，因为 matrix 它就是获取点的一堆的位置信息，就矩阵信息、位置旋转缩放等等，但是它这里因为我们这局限型，所以它只有一个位置信息。所以再把我们的 matrix 给到克隆，然后我们把在克隆下面把我们要克隆的对象给带进去。好，然后我们这时候隐藏一下 matrix， 然后也把这 PT 隐藏。PT 不隐藏不是这里隐藏，而是要通过这里 thinking particle 这里 group 这里 view type 这里它的 none。好，我们现在只剩下了我们的一个克隆。好，我们播放看一下。好，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你看，尽管如此导入，它还是会因为我们点序号的变化，它还是有发生一定的闪烁，对吧？因为我们这里呢，克隆，我们这里需要把这里克隆 instance 这里改成 render instance。好，现在很稳定，它不会在这两个之间纠结了，它就只是它在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克隆哪一个，它就后面就是哪一个。我们现在就是好，我们现在就是把显示模式改一下。好，我们现在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克隆对它进行所有的随机操作，就是它现在已经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了，并且它把 ID 属性延射到了这个克隆上。然后紧接着我们只需要，比如说我们想在这个效果器里面去做任何效果器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个随机效果器，然后我们把这个创建一个随机旋转。好，然后我们这里旋转一个3600度的范围，它这个是范围。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它产生了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固定住的随机旋转，而不会说像我们的普通的这样的导入。因为不管说你在你通过 Octane 的一个，不管是你通过 Octane 的 Scatter 也好，还是通过我那个，还是通过它的一个 Matrix， 还是通过 RS 的 Matrix 也好，都可以通过添加效果器来实现。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就是粒子的点序号一旦发生改变，它们无法继承它这个 ID 属性，所以所有的随机效果器在这里都是会闪的，会发生闪动的，不管对，我们都会发生闪动，像这样的一种闪动。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通过 TP 粒子延续了这 ID，然后我们在
render 对，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进行我们 render 的随机旋转做一个操作比如说我想让它随着时间的偏移而产生旋转，就比如说发射的是石头，但石头在空中离散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自转，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加一个 time 域，然后我们把这里播放，时间太短，200，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开始随着我们把这隐藏，它会开始随着时间去旋转我们的每一个几何体，并且它并不是以一种闪烁的混乱的这个状态去旋转，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想让它每一个粒子它的旋转速度各不相同，有的旋转速度快，有的旋转速度慢。这时候我们可以在 time offset 上去添加我们的一个 random field。好，然后我们来到我们的 random field 下面，把它改成 rand。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初始的时候就对每一个粒子的旋转强度做了不同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就是对它的一个 time offset 这个时间的一个随机的偏移。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上面的一个 random field， 然后对它一个相乘。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要改成 random， 这样子就产生有的旋转快，有的旋转慢，有的一个效果。像这个正方形它就没这么旋转，但有的形状它就旋转的非常快，这样子的一个随机。好，然后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个随机的，我们下一个做一个随机的缩放。好，缩放的话呢，我们就是对它进行缩放。好，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有大有小，并且伴随着旋转。然后我们紧接着，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统一的缩放，因为有的太大了，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统一的缩放。好，统一缩放带进来，我们改成，可以看到它就一起缩小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看这样它就以一种很稳定的实力替代。但是现在缩放有个问题，这也是可能暂时没办法解决的，就是没办法根据它的一个粒子的寿命去改变它的粒子大小。比如说它在快死亡的时候粒子缩小，这个暂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继承过来它的一个寿命属性，所以我们就可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域来做假。这里我就暂时不演示了。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简易效果器，然后呢我们在简易效果器里面加个域，线性域或者怎样，然后去控制它在哪一块地方开始缩小，比如说然后再乘以一个 noise， 然后让它在这个某个方向上进行一个缩小，这样子一个做假的一个方法。然后呢，我们这里就再添加一个随机颜色，
好，把它改成预颜色，默认。预这里我们就给它用一个 random， 让它产生一个随机颜色。这里上 random 模式 ，color ramp 这个 gradient， 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再通过这里随便选两个颜色，它就会在这渐变色之间去挑选颜色。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地带的这个颜色随机上，然后保持了稳定，也保持了一个稳定。然后这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可见性修改它一个可见性。修改可见性的话，我们需要去修改 matrix。我看一下 matrix， 哦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matrix 去修改它的可见性。我们通过这个 visibility 随机的去修改它可见性。有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例子太多了。好，我们通过这里，让它上一部分例子，这样子我们就产生一个稳定的一个替代。好，这就是我们所有关于这个如何解决这个粒子替代闪烁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式。